俄外长暗示撤军，提出关键性条件，各方反应亮了。俄罗斯的撤军意愿是真是假？乌克兰、北约又作何反应？自普里戈金死亡，卡德罗夫疑似中毒后，俄军内部早已人心惶惶。而最近，俄黑海舰队总部被摧毁事件，更是将俄军这根紧绷的弦崩断了。之前我们谈到黑海舰队总部被袭时，有说是北约提供的情报，也有说是乌军游击队以薪水和奖金为条件交换的俄军高级指挥官开会信息。虽尚未得到证实，但无论是北约还是俄军内部提供的情报，其实都逃不过与俄军内部的里应外合。由此可见，俄军内部早已危机四伏。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首次表达了撤军意愿。据报道，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只要乌克兰履行在1991年独立宣言中做出的所有承诺，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莫斯科可能会承认俄军入侵前的乌国边界。这也是俄罗斯首次表达撤军的态度。拉夫罗夫这话一出，顿时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认为拉夫罗夫只是说的好听，虽然说了俄军愿意从目前占领的俄罗斯领土上撤军，囊括了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等地区，但拉夫罗夫的这番表态好像并未得到俄总统普京的回应，很有可能是无效的。也有一些人觉得拉夫罗夫的表态其实是对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洗白，因为拉夫罗夫强调是乌克兰率先违反的协议，俄军才被迫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当然，这样的言论自然没有被广泛接受，因为当初俄军占领克里米亚并介入顿巴斯冲突时，乌克兰并未表示要加入北约的意愿。即便到了现在，乌克兰的加入请求也并未获得北约的同意。乌克兰要求加入北约是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乌克兰只是想要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获得北约共同防御体系的保护，避免在战争结束、俄军恢复实力后，再对其发起新一轮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且对于俄方表达的撤军意愿，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实质性证据表明克宫愿意在承认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结束战争。要知道，之前莫斯科不断强调，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的前提是尊重目前战线，并要求乌克兰承诺中立。这意味着乌克兰必须承认目前的占领区属于俄罗斯，同时还不能加入任何军事组织，而这是乌克兰无法接受的。首先，领土问题不容妥协。其次，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也有权利选择加入任何想要加入的国际组织。最后，火力军还找到了一些别的证据，证明俄军暗示撤军可能是一种战术欺骗。这个稍后会详细说明。我们先来看看乌克兰和西方对俄外长的发言是什么态度。截止到目前，乌克兰对此并未有明确回复，但一些行为似乎又像是给了俄罗斯答复。据法新社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滕贝格9月28日造访基辅，迎来了泽连斯基的热烈欢迎，并称乌克兰终将成为北约的一份子。斯托尔滕贝格也说，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从未如此密切。同时，他表示，北约如今已和军火公司签订价值24亿欧元的整体框架合约，其中包括10亿欧元的确定订单，内含有155毫米炮弹、反坦克巡航导弹和主战坦克弹药等。这类合约将协助北约成员国补充其库存，以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由此可见，乌方并不相信俄罗斯撤军的说法，而西方对俄外长暗示撤军的看法则更为直接。纽约时报的专家认为，俄军目前的战术是消耗战，是试图利用自己的人口优势来固守防线，通过不断消耗乌克兰军队和西方装备，最终让乌军和其他西方支持者们失去信心、耐心，从而接受莫斯科的条件。所以暗示撤军偏向战术欺骗的可能性大一些。只是莫斯科想要通过消耗战来拖垮俄军，其难度可不小。就目前的战局来看，乌克兰军队依然在继续反攻，并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根据战争研究所最新的分析显示，在罗伯季涅方向，俄军已经被赶出了维尔波维以西地区约1公里长的战壕，而包括俄罗斯军事记者在内的各方信息源也纷纷表明，乌军已经通过罗伯季内、维尔波维一线的雷区和龙牙攻势，乌军正在不断通过突破口，随时会发动更大规模攻击。与此同时，由于俄军大规模放弃扎波罗热地区的阵地，乌军已抵达辛普罗科皮夫卡，并连夜对该地区的俄军阵地发动了数轮猛烈的炮击。目前，辛普罗科皮夫卡村已经处于灰色地带。此外，俄军还将大量部队收缩回托克马克附近，似乎是准备在托克马克与乌军来一次硬碰硬。不过，即便如此，托克马克市内的俄军据点和仓库仍遭到了俄军制导导弹的精确打击。乌军目前的主要目标是摧毁俄军火炮，以削弱俄军的火力支援，为即将开始的地面进攻做好准备。如果乌军能拿下托克马克，就意味着反攻将取得真正的重大突破。回到撤军问题上，一些证据表明，从侧面说明俄军撤军可能是幌子。根据俄罗斯财政部28日公布的文件显示，明年俄罗斯的国防支出预计将暴增68%，达到接近10兆8千亿卢布，这相当于俄罗斯 GDP 的6%左右，将高于分配给社会政策的支出。同样，据法新社的计算，明年俄罗斯国防支出将是教育、环保和医疗保健支出总额的3倍之多。由此可见，莫斯科很可能会将大量资源继续投入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的战争中。撤军的真实与否还用说吗？当然，也有人觉得俄罗斯国防支出暴增不一定会用在俄乌冲突中。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证据，在俄财政部公布的文件中有明确指出，俄罗斯的经济政策焦点正在向促进国家发展转变。这意味着俄罗斯要加强国家的防卫能力，同时也要整合莫斯科去年宣称并入的乌克兰4州，从而为俄罗斯输血。可见，拉夫罗夫说的承认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并不靠谱。至于前面提到的乌克兰支持者是否会失去耐心和信心，火力军不敢100%说没问题，但至少目前来看是不必担心的。首先，在斯托尔滕贝格到访基辅当天，英国新任国防大臣沙普斯和法国防长勒克尔努也都到访了基辅，与泽连斯基进行会晤，讨论提供乌克兰更多军事援助事宜。事后，沙普斯还在推特上发文强调，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仍然坚定不移。英国去年花了约29亿美元向乌克兰提供国防援助，并承诺在2023年提供相同数量的援助。法国防长勒克尔努则在法国大使陪同下到英雄墙前参观。此外，基辅还将举行首届国防工业论坛。乌国官员将在会上会见来自26个国家的160多家国防公司的代表，以获取更多的支持。其次，保加利亚9月28日通过决议案，批准将一批故障的 S-300 防空飞弹转让给乌克兰。基辅对此强调称，我们有能力将其修复，以准备好将这批飞弹列装部队。保加利亚作为欧盟最贫穷的成员国之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外界认为亲俄。索菲亚当局也一直坚称自己并未协助武装乌克兰，但根据《世界报》的调查，这种说法只是个烟雾弹。据披露，保加利亚在去年俄乌开战初期就秘密支援乌克兰大量弹药和燃料，帮助乌克兰撑过俄罗斯在春天的攻势。在过去1年间，保加利亚通过中间人波兰和罗马尼亚转手支援乌克兰的武器金额至少高达10亿美元。除此之外，波兰和斯洛伐克近期还计划共同提供40架米格29战斗机，为乌克兰军队的迫切需要提供重要支持。最后，作为援乌大哥二哥的美国和德国，近期援乌力度也不小。比如美国周二为乌克兰和美国国内救灾各提供了约60亿美元的拨款，周四又通过了3亿美元的援乌法案。这笔资金将为乌克兰抵抗俄军的入侵提供包括培训、装备、后勤以及情报等方面的援助。据统计显示，自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国会已经相继4次批准了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
总金额达1130亿美元。目前正在讨论拜登总统最新申请的240亿美元援助。同时，美国和德国近期还一直在强调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他们认为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要比远程导弹更重要，但乌克兰显然希望两个全都要。毕竟英法两国援助的暴风影和斯卡普1G 巡航导弹已经在实战中证明了价值。负责扎波罗热作战的塔夫里亚作战战略组指挥官亚历山大·塔尔纳夫斯基在接受 CNN 采访时明确表示，远程导弹对打击克里米亚，尤其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远程打击至关重要，能进一步促进乌军的反攻进度。而目前援乌武器中尚有争议的是金牛座和 ATACMS 导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因为担心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德国总理朔尔茨已搁置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巡航导弹的计划。有德国官员表示，德国政府原则上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朔尔茨之所以搁置该计划，是因为要有效使用这种导弹，就必须让德国人员前往乌克兰，帮助乌克兰军队维护和操作这种先进武器。必须要由德国联邦议会投票批准，才能派遣军事人员前往乌克兰执行这些任务。而此举会让俄国更进一步地卷入冲突，从而可能导致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火力军估计要等到美国确切援助 ATACMS 后，才会像美国援助 M1 坦克后，德国跟着解禁了豹2一样，援助金牛座巡航导弹。只是截止到目前 ，ATACMS 导弹依旧没有确切消息流出。此外，挪威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9200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帮助那些英勇抵抗俄军入侵的乌军战士度过这场战争的另一个冬天。爱尔兰政府将额外拨款10亿欧元安置乌克兰难民，预计将有7万多名乌克兰人得到住房保障。爱沙尼亚也刚刚决定加入德国弹药框架合同，为乌克兰采购所需弹药。可见，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并未失去信心和耐心。好了，关于俄外长暗示撤军，大家是什么看法，或是有什么新证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